大娘，那这旗子又是做什么用的？楚风则是更好奇那2面旗子的作用。他看得出来，这2面旗子虽然看似破旧，可实际上却也都是非同寻常的宝贝，一定是有着特殊的作用。这2面旗子也是那高人留下的。神山之内有压力，在神山内修为会被束缚，拿着这面旗子则会摆脱一定的束缚，能够加快前行的速度，也容易避开危险。宋喜的母亲说道：竟有如此宝物。楚风拿过旗子仔细打量起来，越是打量他心中越是惊讶。他惊讶于这小子旗子的厉害，毕竟楚风进入过那神山，能够感觉到那神山的压迫力非同小可，怕是寻常人进入其中都要被束缚力量，但是这小旗子却具备摆脱那束缚的力量。尽管只是摆脱一部分束缚的力量，但是这已经证明了这小旗子的强横。高人说这也是他人送给他的，而送给他的这个人正是告知他神山秘密之人。高人称那个人为高人。宋喜的母亲说道：难怪。楚风点了点头，宋喜母亲口中的那个高人应该已是非同寻常，而能够被那个高人称作高人的人，那就一定更加的厉害。这样一想，这小旗子既是出自那等高人之手，那么他很厉害倒是正常的，相反若是不厉害反而不正常。糟了，我的地图不见了。可是就在此刻，宋喜的母亲忽然脸色大变，她神色紧张地摸索着衣服，越是摸索脸色越是苍白，只是眨眼之间她已是急得满头大汗。显然是那个地图她并没有放在乾坤袋内，而是贴身携带，一定是被他们拿去了。这可怎么办啊？宋喜的母亲慌了，而她所指的我们定然是泰山门的人。大娘莫慌，那个地方我应该知晓。楚风说道。你知晓？听楚风这样一说，莫说是宋喜的母亲，就连宋喜也很惊讶。那大门可是这样的？楚风说话间用结界之术勾勒出了那诡异大门的模样。是，正是，就是这里。宋喜的母亲连连点头，随后对楚风问道：楚风大人是如何找到那里的？只是巧合罢了。楚风说道。随后楚风便带着宋喜与其母亲前往那诡异之门。换作平日里要到达那诡异之门的位置还真需要一些时日，但是楚风拿着那个旗子，自己的力量果真不再如之前那般被束缚。尽管楚风依旧无法御空而行，可是他却可以使用武技与秘技了。这种情况之下，楚风速度极快，原本需要多日的路程，楚风短短半日之内就已经到达。楚风准确的来到了那诡异大门所在的位置，而看到那大门，宋喜的母亲也是确定这个就是那位高人留下的遗迹。楚风凭借那钥匙将大门打开，一座长廊便浮现而出。只是看着眼前这深邃的长廊，楚风却是眉头紧皱。这长廊散发的气息比那大门还要恐怖，就仿佛这长廊所通向的地方乃是地狱一般。楚风大人，这里并无机关，我们可以放心前行的。就在此刻，宋喜的母亲开口了。听得其母亲这样说，楚风才敢继续前行。只是哪怕如此，楚风也不敢掉以轻心。不过一路走来，就如同宋喜的母亲所说一般，尽管那恐怖的气息令人胆寒的感觉越来越浓，可却并未真正的遇到凶险。于是楚风也是大胆起来，加快了脚下的步伐。终于楚风三人来到了这地宫的尽头处。这是一座宫殿，四四方方，面积不过1000米，可以说这个面积在宫殿之中算是很小的。不过刚刚进入这座宫殿，楚风便被宫殿中心的阵法所吸引了。这座阵法很是厉害，依楚风来看，这布阵者应该至少是尊袍界灵师来对，并且这座阵法还很古怪，它看上去与其说是一座阵法，更不如说像是一座祭坛。不过观察一番后，楚风最终将目光投向了阵法的中心处，那是一个球体，这球体不是很大，直径约为2米。楚风觉得这阵法的力量来源应该就是那球体。除了这座阵法，在这大殿之内还有着一座棺材。宋喜的母亲与宋喜第一时间就冲向了那座棺材，将棺材打开之后，其中躺着一个尸体，可能是经过特殊的阵法处理，这座尸体保存完好，没有一丝腐烂。那是一名男子，而这名男子与宋喜长得很像，想必他应该就是宋喜的父亲。娘亲，这就是我父亲吗？宋喜问道。是，喜子，这就是你的父亲。宋喜的母亲连连点头。听得此话，宋喜赶忙跪在地上，向自己的父亲磕头跪拜，而宋喜的母亲更是激动得潸然泪下，抓着宋喜父亲的手死死不放。而就在这时，那座阵法中心区域的球体忽然光芒大盛，当光芒减退之际，楚风注意到那球体开始缓缓地打开。当那球体打开之后，其中竟然盘坐着一个男子。这名男子为中年模样，他长得很是英俊，脸色却很是苍白，一头黑发散于身后，倒是显得有些狂放不羁。楚风能够感觉到这男子实力很强，但是他具体是何修为，楚风却是感受不到。大人，您还活着，太好了，我带喜子来看您了。您看喜子他已经长这么大了。大人，我就实话实说了，喜子是为您的传承而来的，只是您既然还活着，我们就不要那传承了。我希望大人能收喜子为徒，因为这孩子实在是太喜爱修武了。看到这名男子，宋喜的母亲显得很是激动，她跪在地上向那名男子讲述起此来的意图。可是那名男子就像是没有听到宋喜母亲的话一般，他表情很是冷漠地说道：若想接受传承，就进入阵法之中吧，但是接受这传承的过程很痛苦，若是忍受不住，便立刻退出，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下面入阵吧。男子抬起手来，指着前方说道：大人，既然您还活着，那便说明您无碍了。既然您已经无碍了，那么您的传承喜子不能要。宋喜的母亲说道：大娘，起来吧，这位前辈已经死了，现在剩下的虽然的确是他的肉身，但是那只是因为他生前布下了阵法，所以当有人来到此处后，他便会自动开口说话，做出动作，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死了。楚风说道：竟是这样。宋喜的母亲听得楚风的话后，便站起身来，看向了宋喜，
因为宋喜已经靠近了那阵法，只差一步就将进入阵法之中。他是准备接受这传承了，并且从他的眼中能够看出迫不及待的目光。喜子啊，母亲知道你渴望力量，渴望变强，可是活着的意义更大。那位大人已经说了，这个传承很危险，你若进去熬不住的话，就立刻退出来，知道吗？宋喜的母亲说道，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哪怕早有准备，可也还是会担心宋喜的安危。娘亲，您放心吧，我的性子你知道的，我不会胡来的。宋喜似怕其母亲担心，在他的脸上强挤出了一抹笑意，但楚风还是能够看出，其实宋喜自己也很是紧张，他也很害怕。不过在对其母亲说完这番话后，宋喜又看向楚风，说道，楚风，虽然你比我小，可是一直以来你就像大哥一样照顾着我，你不仅救了我，还救了我的母亲，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而我对你的恩惠无以为报，所以我有一个恳求，假如我承受不住这传承，我希望你能代替我接受这传承。宋喜说完此话，也不待楚风回答，便直接踏入了那阵法之中。当宋喜入阵之后，那盘坐在阵法中心的男子便猛然站起身来，下一刻他竟如同光芒体一般四散开来，他是融入了那阵法之中。当他的肉身化作光芒体融入阵法之后，这座大阵便真正的运转起来。大阵运转之后，一道道撕心裂肺的叫声便自宋喜的口中传来，他先是半跪在地上，很快又趴在地上，痛得连连翻滚，那个样子就像是支撑不住了一般，看得宋喜的母亲眼泪都急了出来，一双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衣服，却又不敢说话，生怕自己影响到了宋喜。楚风也很担心宋喜，但是他却没有说什么，因为楚风能够清晰地看到那位黑发男子所化作的力量正在循环渐进的向宋喜的体内灌输而去，而这种灌输可谓是强制性的灌输，并且眼下只是一个开始。如果宋喜连此刻的痛苦都承受不住，那便没办法承受接下来的痛苦了。喜子，坚持不住就快退出来，莫要因此而搭了性命啊！宋喜的母亲最终还是忍不住开口了，她还是害怕宋喜出事，而楚风则一直盯着这座阵法的变化以及宋喜的反应。楚风也不想宋喜白白搭上性命，所以楚风想的是，若是宋喜真的坚持不住，他便冲进去将宋喜给救出来。可是宋喜这次似乎是铁了心了，他坚持的时间比楚风想象的要久。这样来看，哪怕这个痛苦的确难以承受，但是宋喜似乎有希望能够坚持下来。只是随着时间推移，那阵法也是产生了变化。起初这阵法为白色，后来为金色，那都还算正常。可是现在这阵法之内却充斥着绿色的雾气，甚至那雾气不断变化，时而化作鬼脸，时而化作骷髅，仿佛万千冤魂藏在其中，甚是可怕。蛋蛋，你注意到了吗？这阵法有点不对劲。楚风说道，的确不对劲，看来这个所谓的高人修炼的并非是正常的修武之道，而是邪门歪道。女王大人说道，难怪他可以强行将传承灌输给他人，也难怪宋喜的父亲会走火入魔，看来那个高人应该是修炼了一种特殊的魔功。楚风说道，现在想想，他能借物转生，倒也不稀奇了。楚风，你要不要阻止这宋喜？这样的传承的确有些危险。女王大人说道，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只要他还能在那阵法之内坚持得下去，我便不能强行阻止他。若是他真的坚持不下去了，有了生命危险，我再帮他。楚风说道。就这样，楚风一直紧张地观察着，伺机而动，但是宋喜却一直坚持着。坚持了好久之后，他终于开口说话了，不再是痛苦的哀嚎，而是开口说话了。楚风，救我，我坚持不住了，快救我出去！宋喜用力地大喊着，可是声音仍然很是虚弱。听得此话，楚风二话不说，身形一动，便掠入了那阵法之内，想要带着宋喜出去。可是当他进入阵法之中，刚刚抓住那宋喜的衣衫之后，却发现他的力量全部失去了，他竟然无法自行移动，他也根本无法带着宋喜离开这里。而就在这时，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绿色气体开始向楚风攻了过来，他们直接钻入了楚风的身体，融入了楚风的灵魂。这一刻，哪怕是楚风也是承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不由自主地发出了痛苦的叫声。这种痛苦的确非寻常人所能承受的，哪怕就连楚风也是难以忍受。但是好在那种痛苦只是持续了片刻便消失了。此刻楚风的脑袋仍有些胀痛，但是他发现那阵法已经停止运转，而在那阵法的中心区域，那位男子的身影再度浮现，只不过此次的他不再是完整的肉身，而更像是一个灵魂体。结束了吗？楚风感慨道，在他看来，这传承应该是结束了。记住，你接受的传承乃是万毒魔宗的传承。万毒鬼宗虽修炼并非正常的功法，可却从不做为非作歹之事。你既然接受了万毒魔宗的传承，掌握了万毒玄功，那你也就等于是万魔鬼宗的弟子。我不求你加入万毒魔宗，但是我希望你能多行善事，少做恶事。话罢，他站起身来，手掌摊开，那球体竟然开始变化，球体化作一道光芒消散开来，而那球体的下方竟然有着一个乾坤袋，乾坤袋自动飘起，落入那男子手中。男子向楚风与宋喜的位置丢了过来，因为此刻宋喜已经陷入了昏迷，所以楚风也没有去接那乾坤袋，而是眼睁睁地看着那乾坤袋落在了地上。这些也都是你的了，切记多行善事，少做恶事，否则九泉之下我也不会放过你。话罢，那男子便再度化作光芒消散开来。与此同时，这座大阵也消散了，男子消失了，连具尸骨都没有留下。怎么回事？这个家伙把自己的肉身都炼化了吗？真是的，本女王还想着炼化他的本源呢。女王大人有些失望地说道，别难过了，因为就算他的尸体完整的保留着，我也不会让你炼化的。楚风说道，为什么？女王大人问道。因为他是传承了宋喜力量，便等于是宋喜的师尊，怕是宋喜也不会让你对他不敬的。楚风说道，不，他会的，因为你是他的救命恩人。女王大人笑嘻嘻地说道。
楚风没有与女王大人继续争辩这个话题，而是将宋喜搀扶起来，查看他的伤势。而这一看不要紧，楚风顿时眉头紧皱起来。大人，喜子他怎么样？他是不是坚持不住了？宋喜的母亲在一旁紧张地问道。这传承的力量太强了，宋喜需要时间与其融合，我可以帮他，但是这融合过程还是很痛苦的，能否活下来还要看他自己。楚风说话间便开始布置阵法，帮助宋喜与那传承相融。宋喜始终陷入昏迷中，可却时不时地发出痛苦的哀嚎。可是楚风却也没有任何办法。就如楚风所说，他的阵法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具体能否相融，还要看宋喜自己的造化。楚风，你刚才也进去了，可有得到传承？当楚风闲下来之后，女王大人兴奋地说道：“的确得到了传承，而且收获不小。”楚风说道：“是什么样的传承？快说说，快与本女王说说。”女王大人迫不及待地问道：“我进去的时候，应该已经是传承的末期，所以我没有得到所谓的万毒玄功，也没有直接得到修为的灌输，但是我得到了3本仙法。”楚风说道：“什么仙法？快说快说！”女王大人催促道：“1段仙法气毒流，2段仙法妖毒流，3段仙法龙毒流。”楚风说道：“这个不错，你要不了多久就能修炼了。这仙法怎么样？厉害吗？听这名字，莫非是与那万毒魔宗有关？”女王大人问道。“的确与万毒魔宗有关，这3个仙法乃是一个循环渐进的仙法，当3个仙法全部修炼并且彻底掌握之后，便可领悟到新的仙法。这个仙法仍是3段仙法，但是威力却远胜于其他的3段仙法，是无限的接近4段仙法的手段。这个仙法名为万毒降临。”楚风说道：“不错不错，收获还是相当不错的。”女王大人很是激动地说道。但是很快的，女王大人又有些失落，说道：“早知道这传承这么厉害，倒不如你直接进去了。这传承给那个宋喜，他又承受不住，还不如你接受的好。”哈哈，我的女王大人，这本就是不属于咱们的，能够得到这些传承已经很不错了。楚风说道。问题不是那个宋喜承受不住吗？他不仅承受不住，还可能因此死去，这简直太浪费了。女王大人说道。别这么说，虽说我没能得到修为的灌输，但是可能因为这是传承阵法，其中蕴含修武的奥秘，所以我还是有所领悟的。楚风说道。你领悟到了什么？快与本女王说说。女王大人眨巴着大眼睛问道。我领悟到了修武之道，并且收获极大，我觉得我可以尝试突破3品真仙了。楚风说道。真的？那可真是太好了。不错不错，这个真的不错，看来这次没白跑。女王大人再度变得兴奋起来。女王大人就是这样，把楚风的利益放在首位，至于其他人死活，女王大人才不会管。对了，楚风，你把那个乾坤袋打开看看，那里面肯定有着很多宝物。女王大人说道。那可是宋喜的，我怎么能乱动？楚风说道。那怎么了？看看有什么，又没让你拿，最多你就是借用一下，以后再还给他呗，反正他修为这么弱，现在又用不到。女王大人说道。你就饶了我吧，我的女王大人，这种事情我真的做不到。楚风坚定地拒绝道。其实若真的只是看看，倒没什么，并且楚风也想看，他也好奇那乾坤袋内究竟有着什么。但是那乾坤袋内若是真的有着什么至宝，那么女王大人肯定会让楚风先用着，而以楚风的性格又做不到这种事，所以干脆不看，以免女王大人与他纠缠。之后楚风又观察了一下宋喜，发现宋喜短时间之内醒不过来，于是楚风便尝试修炼了一下那一段仙法气毒流。可是楚风发现修炼仙法真的有限制，至少他2品真仙的修为是修炼不了的。于是楚风使用雷纹，将自己的修为提升到了3品真仙，可是却依旧修炼不了。最终楚风断定，想要修炼仙法，必须自己的真实修为达到要求才行，否则是无法修炼的。眼见着无法修炼仙法，楚风又取出了那把仙冰，按时之笔，这可是仙冰，它的威力绝对不是半成仙冰可以比拟的。尽管仙冰庄主已经提醒过楚风，仙冰的力量至少要天仙才能驾驭，莫要尝试征服仙冰，否则可能会遭到仙冰的攻击。但是楚风好奇心很强，还是尝试了一下。最终结果是楚风失败了，但是好在楚风也没有遭到仙冰的攻击，修炼仙法修炼不了，仙冰又征服不了，楚风便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突破修为。而这一次楚风的收获的确很大。如果说上一次在狩猎场内的突破，楚风只是尝试着突破，那么这一次楚风的目标可不是尝试，而是一定要突破。他有着100%的把握可以成功突破，因为此次他在传承之中领悟到的修武之道非同凡响，让楚风对修武意图有了全新的认识，甚至可以说是一次质的突破。楚风看来，凭借他现在对修武意图的了解，莫说突破到3品真仙，就算4品真仙也可以尝试突破一番。楚风说做就做，立刻开始了突破，而一切就如楚风所预料一般，他成功的引起了天雷。只不过当天雷落下之际，楚风却是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痛苦。此刻楚风虽在这地宫之中，可是却被神雷包裹着，那神雷欲要死了楚风的肉身，毁掉楚风的灵魂。楚风不仅咬牙切齿，汗流浃背，更是时不时的发出痛苦的哀嚎。时间过得越久，楚风的哀嚎便越频繁，到的最后，楚风竟然趴在地上连连翻滚。这种情况下，宋喜的母亲担心坏了。尽管楚风提前与他打过招呼，告诉他只是在突破，并不会有事，但是看到这样的楚风，宋喜的母亲还是非常的担心。连宋喜的母亲都担心楚风，那女王大人就更是急坏了。楚风，你没事吧？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啊！女王大人慌了，她害怕楚风坚持不住，若是熬不住的话，那等待楚风的可就是死亡。毕竟这不是寻常的自伐玄功，而是神罚玄功，神罚降临，不成功便成人，根本没有退路可走。可是实际上，此刻的楚风已经听不到女王大人的话了。
楚风的身体陷入了痛苦的漩涡，灵魂则像是进入了无尽的深渊。他能够感受到的只有来自浑身各处的痛苦，他的脑袋都要炸掉了。他听不到声音，也看不到任何东西，能够感受到的就只有痛苦，仿佛自己的灵魂正在被撕裂、被贯穿，自头顶而入，自脚底而出，贯穿全身，撕裂灵魂。渐渐的，楚风失去了意识，陷入了昏迷之中。过了好一会，他才再度睁开双眼。楚风大人，您醒了，您没事吧？您怎么样？楚风睁开双眼后，看到的便是那满脸紧张之色的宋喜的母亲。大娘，我没事，莫要紧张。楚风睁开双眼之后，便立刻起身，他没有一丝胀痛的感觉，相反，楚风感觉自己生龙活虎，没有一丝疲惫。而看到楚风真的不像是受伤的样子，宋喜的母亲也是安心下来，继续去陪着宋喜。此刻，楚风则是查探了一下自己的修为，果不其然，他突破了。楚风成功的成为了3品真仙。蛋蛋，看到了吗？我突破了。楚风兴奋的与女王大人说道。看到了，看到了。只是女王大人显得有些低落。怎么了？楚风问道。女王大人依旧没有答复。见此情形，楚风赶忙将自己的意识投射到了界灵空间之内。此刻，他能够清晰的看到女王大人那绝美的小脸之上挂满了担忧之色。怎么了，我的女王大人？谁欺负你了？楚风上前问道。楚风，你难道没有感觉到这一次的神雷非常的恐怖吗？女王大人问道。这一次的神雷的确难以承受，似乎差一点我就失败了。楚风苦笑着说道。是啊，差一点就失败了，但是神罚玄功的力量会随着你修为的提升越来越强，现在你就有些承受不住了。你以后还怎么突破？万一下一次你失败了呢？我突然有些后悔让你修炼这神罚玄功了，我应该阻止你的，不该让你拿命做赌注。此刻女王大人的小脸之上竟满满的都是自责，看得出来女王大人真的很担心楚风，她不想楚风出事。蛋蛋，别担心，是我大意了，是我准备的不够充分。楚风说道。怎么就是你大意了？这与你自身无关，神雷的力量强弱又不是你能左右的。女王大人说道。真的是我大意了，上次在狩猎场内突破，神雷的力量虽然很凶残，可是时间却很短，所以我突破得很快，这让我误认为踏入真仙之后，神雷持续的时间变短了，所以这次突破并没有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事先也没有个准备，这才让那神雷轰了我个措手不及。我一直想着马上就结束了，马上就结束了，可是却迟迟不结束，这让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这次的神雷有了问题，会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导致我的精神力不集中，才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下一次我一定做好万全准备，认真的对抗神雷。楚风说道。真的是你大意了，此次差点失败，是你自身的问题。女王大人美眸眨动，用那怀疑的目光盯着楚风。真的，我发誓。楚风举手说道。你小子发的是太多了，我可不信。女王大人撇了撇嘴，但是很快的，女王大人的眼眸之中闪烁散发出了一抹奇异之色。楚风，这么说来，就是上次你突破出了问题，是有什么东西减弱了神雷的力量，导致神雷持续的时间很短。女王大人说道。我也在想，毕竟神雷不会无缘无故的变短才是，而且仙兵庄主也说过，我突破的时候，那神雷并没有真的落下来，可实际上它却落了下来，真的轰在了我的身上，这便说明那神雷在落下的半空突然隐身了，导致其他人看不见。不仅隐身了，它持续的时间还很短，这很不正常。这一次的才正常，所以只有一种可能，在仙冰山庄有某种东西影响了神雷的力量。楚风说道。那是什么？该不会是那个狩猎场吧？女王大人问道。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狩猎场只是一座阵法，不可能拥有这种力量，应该是仙冰山庄隐藏着某种至宝才对。楚风分析道。那看来你日后必须再去仙冰山庄打探一番了。女王大人说道。楚风点了点头，随后笑嘻嘻地说道。我的蛋蛋，我有一件事想要请教一下。什么事？看到楚风那贱兮兮的表情，女王大人的脸上顿时涌现出了警戒之色。此次托宋喜的福，我的确在那传承阵法中领悟到了不少修武之道，所以我想尝试突破4品真仙境。楚风说道。你还要突破？先前你可差点死了。女王大人说道。我的蛋蛋，我说过了，我先前是大意了，这次我有准备了，我只要能引来神雷，那我就一定能够承受得住，相信我。楚风很是认真的说道。少来这套，你我还不知道，你心中已经做了打算，无论我什么建议你都会去做。再者说了，这神罚玄功你都修炼了，难道我还不让你突破修为，让你一辈子都只做3品真仙？女王大人撅着小嘴说道。这么说来，我的蛋蛋是同意了。楚风笑嘻嘻的问道。去，快点滚去修炼，是死是活与本女王无关。还有，谁是你的蛋蛋？再不要脸，本女王可不客气。女王大人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而见女王大人突破，楚风也不怠慢，他将意识投射到自己的身体，又与宋喜的母亲解释一番，劝其不要担心之后，楚风便再度尝试突破。这一次的目标乃是4品真仙。喂，这次可做好准备。可就在楚风将要开始突破之际，女王大人的声音却再度响起，可看她的声音中充满了傲娇，可楚风还是能够听得出女王大人对自己的担心。嘿嘿，我的女王大人，你就放心好了，这次一定不会大意。楚风自信满满的说道。随后楚风便开始了突破，只是奈何这一次楚风失败了。楚风连续尝试了3次，可最终都失败了。楚风断定自己对修武一途的领悟还是不够，还需要继续领悟才行。当然，楚风此次积累的已是很多，在楚风看来，虽然今日突破4品真仙失败，但是他距离4品真仙的距离已是不远了。此刻，楚风再度将注意力放在了宋喜的身上。楚风大人，喜子他怎么样了？宋喜的母亲紧张地问道。大娘，您放心吧，宋喜虽然还在昏迷中，但是融合得很顺利，要不了几日就会醒来了。楚风说道。其实
楚风是骗宋喜的母亲的，宋喜的情况不容乐观，能不能醒都是一个问题。可是宋喜的母亲时日不多了，她就快走了。楚风希望她能安稳的走，若是这样就太好了。果不其然，看楚风那一脸郑重的样子，宋喜的母亲担忧的情绪减缓了不少。楚风大人，我知道，我不知道喜子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但是我知道，就算喜子醒来，可喜子能不能承受得住那传承的力量，还是两说。若是能承受得住，自然是最好，但是承受不住，他也一定会走火入魔，他会变得非常危险。所以楚风大人，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希望您不要继续留下来看着喜子了，您尽快的走吧。您把这个拿着。宋喜的母亲将打开这大门的钥匙和那摆脱神山束缚的一面小旗子，以及那个乾坤袋一同递给了楚风。大娘，您这是做什么？楚风问道。楚风大人，就当是我求你了，我不想喜子伤害了您，所以您还是1年之后再回来了吧。若是喜子能够承受得住那传承，1年之后他自然还活着，可若是他承受不住，您也能替他收个尸。宋喜的母亲说道。好，大娘，我答应您。楚风将钥匙和小旗子收下，但是乾坤袋楚风却没有接受。楚风大人，这个您也拿着，这个对您有用。宋喜的娘亲说道。大娘，这个就免了。楚风笑着摇了摇头，坚决不肯收下。若是宋喜真的出事了，那这个乾坤袋楚风会用。楚风不是那般固执之人，但是宋喜还活着，这乾坤袋楚风便不会动。喜子真是幸运，遇到您这么好的人。宋喜的母亲感动得潸然泪下。她从楚风拒绝收着乾坤袋，便看得出来，楚风是真的对宋喜好，是真的拿宋喜当朋友。但是再过了2个时辰之后，宋喜的母亲便开始变得越来越虚弱。楚风知道她的大限将至，是要死了。宋喜的母亲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主动地爬到了宋喜父亲的棺材内。没过多久，宋喜的母亲便失去了气息。楚风在宋喜的母亲身上布置了一座阵法，这座阵法能让宋喜的母亲尸体不朽。之后，楚风又在这里停留了些时日，他时不时的我宋喜布置阵法，帮助他。只是这件事情真的还是要靠宋喜自己，楚风能做的非常的少。可楚风还是想尽其所能的帮助宋喜，直到当楚风掐算时日不足，必须离开此处，前往结界仙域之际，楚风才离开。结界仙域就如其名，对于界灵师来说，这里绝对是一处圣地。只不过因为现在的结界仙域由远古蛇族把守，所以不是任何人都能够随意进入的。所以现如今结界仙域附近的人倒是并不多，而那些有着邀请令的人，为了防止错过最佳时机，都会提前前往结界仙域。像楚风这般掐着时间赶过来的非常少，所以一路走来，楚风几乎很少遇到人。直到楚风快要到达结界仙域之际，他才终于遇到了一群人，那是3男1女。此刻他们都在一座隐藏阵法之内，虽然那隐藏阵法乃是崇文级仙袍界灵师所精心布置，但还是被楚风一眼看穿。楚风能够清晰地看到那隐藏阵法内的一切。那3名男子，2个偏瘦，1个偏胖，长相都很一般，但是年龄不大，都是100岁以内的小辈。至于他们的修为，则都是一品真仙。尽管他们的年龄已是不小，远不如楚风这般年轻，可是哪怕在大千上界，能够在100岁以内踏入真仙境的也并不多。由此可以断定，这3个男子都非寻常之辈，而实际上他们也的确不是寻常之辈。他们不仅衣着华丽，在他们的腰间还挂着一个相同的令牌——圣丹山庄。圣丹山庄，楚风从仙兵庄主那里听闻过，这是一个与仙兵山庄齐名的势力。只不过仙兵山庄是以炼兵闻名天下，而这圣丹山庄则是以炼制各种丹药而闻名天下的。圣丹山庄声名赫赫，乃是大千上界上的名门正派。可是这3名来自圣丹山庄的天才却在做着恶事。他们3个不仅对那名女子拳打脚踢，还出言辱骂，正在尽情的羞辱那名女子。女子很是害怕，蜷缩在地上，任由3人打骂，却不敢说话。随着靠近，楚风也是能够清晰的看到，这名女子年龄很小，说她是少女，倒不如说她是个娃娃。她只有12、13岁的样子，她皮肤白皙，小脸谈不上多美精致，但却很是干净。最重要的是，楚风注意到这名女子没有腿，她长了一条长达3米的蛇尾，这是一个来自蛇族的妖。住手！楚风见不得恃强凌弱之辈，所以看到这一幕，便立刻大喝一声。听得有人大喝，那3名圣丹山庄的男子也是明显的身子一颤，显然有人发现了他们的恶行，他们也是有些慌了。毕竟他们已经布置了隐藏阵法，而能够看穿他们隐藏阵法的人，他们下意识的便认为那是比他们强的人。只是当他们举目观望，发现楚风之际，不禁脸上的慌张立刻退散，在他们的眼中还涌现出了一抹很是不爽的轻视。3人之中，那位偏胖之人，他手臂一挥，那道隐藏结界便从无形化作有形。只不过当那金灿灿的隐藏结界显现而出后，却又如同被燃烧了一般，开始消散，很快便彻底消失了。是那偏胖的男子解除了这道隐藏阵法。你叫什么？偏胖的男子眉毛轻挑，很是不爽地对楚风问道。我叫什么？有你何干？楚风则是冷漠地回道。也是，你叫什么与我无关。偏胖男子淡淡地笑了，随后对楚风说道。记住，我叫李想。我为何要记住你的名字？楚风问道。呵呵，叫做李想的男子又是淡淡一笑，随后对楚风说道。因为我是了结你性命，终结你这一生的人。话罢，那李想猛然抬手向楚风轰来，只不过他这一掌轰出之后，却没有发出任何的武力，可以说连一点风浪都没有掀起。楚风有些不解，不明白这李想是在做什么，看似要对自己攻击，可是却又一点武力都不释放。而就在这时，那个李想则是哈哈大笑起来。李想一边大笑，一边指着楚风，对他的身旁的2名伙伴说道：看他这个怂样，我不过吓唬他一下，他还以为我真要杀了他。
看把他吓得那个德行，哈哈，我们看到了，简直胆小如鼠，就这样还想英雄救美。此刻，李想身旁的2名男子也是哈哈大笑起来，而看到3人这般，楚风则是倍感无语，他自己明明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怎么就怕了？想到这里，楚风已经知道这3个家伙虽然有着堪称天才的修武天赋，但是这智商简直堪称蠢货，可能是因为对方太愚蠢，所以楚风倒也不想与他们计较了，而是直接飞落而下，将那名长着蛇尾的小女孩扶了起来。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李想对楚风威胁道。然而楚风对他却不予理会，而是对蛇尾小女孩问道：他们为何打你？臭小子，老子和你说话，你装听不到？你是不把我们放在眼中吗？看来必须给你些颜色瞧瞧，不然你不知道你李想爷爷的厉害。李想说话间，便将他那一品真仙的气息散发而出，那威压如飓风一般横扫开来，向楚风席卷而来。他是想用自己的威压将楚风给吹飞开来，以彰显自己的强横。只是当那威压吹到楚风身前，并且自楚风身旁掠过之后，只见楚风长袍舞动，发丝飞舞，周遭的尘土更是冲天起。可是楚风他的脚步却是动都未动，就更别提受伤了。你这家伙！那叫李想的男子顿时张大了嘴巴，随后看向身旁的2位男子。可是那2位男子却如李想一般，同样已是瞠目结舌，目瞪口呆，眼中充满了难以理解的目光。显然他们都不明白为何李想出手之后，楚风竟能毫发无损。就在此时，楚风意念一动，他的威压便横扫而出，眨眼间便来到了李想3人近前。他们3个猝不及防，顿时被吹得人仰马翻，翻滚连连。楚风手下留情，所以李想3人只是被楚风吹得翻滚了几10米后便停了下来，并没有手上。他们3人迅速地爬了起来，尤其是李想看到楚风的目光顿时就变了。我擦，你这小子竟是2品真仙！感受到楚风的修为，李想3人已是神色大变，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楚风的实力会在他们之上，毕竟他们3人已是世人眼中的天才。但是他们不知道，楚风并非是2品真仙，而是3品真仙。楚风是故意隐藏修为的，因为他知道他在仙冰山庄做的事会很快传出去，而仙冰山庄传出去的消息，楚风的修为是2品真仙。楚风为防不测，故意隐藏修为，为的就是在危急时刻留一个后手。虽说楚风只是隐藏了1品修为，但是这1品修为却也足以打个对手出其不意。而此刻楚风的目光也是变得凌厉起来，就连这方天地的空气都是变得冰冷。小子，你要做什么？我们可是圣丹山庄的真传弟子，你敢伤我们，你就吃不了兜着走。李想说道。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对这个小女孩出手？楚风严厉地问道。可就在这时，那名蛇尾小女孩竟然身子一翻，钻入地底之中，快速地向远处逃窜而去。看见没？这蠢货想英雄救美，结果人家屌都不屌他，这就是多管闲事的下场。李想对身旁的男子说道。对，真是多管闲事，活该。那2名男子附和道。我说你是不是也是要去结界仙域的？李想对楚风问道。他此刻已经站起身来，态度依然非常嚣张。虽然他们震惊于楚风的修为在他们之上，可是他们却并不害怕楚风。也许是因为他们是圣丹山庄的人，所以觉得楚风不敢真的伤害他们吧。是又如何？楚风问道。他敢出手，自然也就不怕他们。何况楚风并没有真的伤害他们，所以圣丹山庄的人也没办法找他的麻烦。就算圣丹山庄的人来找楚风麻烦，楚风也并不觉得理亏。哼，我猜啊，你一定是以为那个家伙是远古蛇族的族人，所以想救下他，与远古蛇族拉近关系，方便你进入结界仙域吧。不过小子，你打算算盘了，那根本不是远古蛇族的人，那只是一条妖蛇罢了。李想说道。我只是见不得你们3个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小孩子罢了，没有他意。楚风说完此话便拔空而起，准备继续赶路。哎，你这家伙！见楚风如此不将他们放在眼中，李想3人都是非常的不悦，给我让开！可就在这时，楚风的身后忽然传来了一声怒斥之音，回头观望，一辆战车正在快速的踏空而来。这辆战车不是很大，外观似船，通体为古铜色，形态很是霸道。在战车的后方插着一杆大旗，大旗随风飘扬，上面有着用金丝线绣成的2个大字韩愈。在这战车的前方站着2名男子，这2名男子长得很是魁梧，至少有4米多高，而他们的面容则是凶神恶煞，如同煞神一般。但是他们2人皆是身披一件银色战甲，配上他们那壮硕的身躯，倒也是威风凛凛。至于他们的修为，就是更让楚风眼前一亮。其中一个长脸男子是5品真仙，而另外一个黑脸男子则是6品真仙。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2个竟然也是小辈，虽然年龄至少有90岁，比楚风大了很多，可是在大千上界，小辈之中修为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应该不多。毕竟那楚宪硕也只是4品真仙，而这2名男子则明显要比楚宪硕强。这战车速度极快，就在楚风打量战车之际，战车已然靠近了。叫你让开，没听见吗？那名修为在5品真仙的长脸男子大喝一声，一股磅礴的威压便横扫而出，化作一道飓风，眨眼间来到了楚风的近前。楚风猝不及防，被卷入那飓风之中，跟随飓风在空中旋转飞舞。虽然那飓风并没有伤害楚风，可是楚风因被卷入其中，跟随其在半空移动，硬生生的被带出了好远。当那飓风消散之际，战车已经走得很远，可是楚风心中却是充满怒意。这天空这么大，那战车那么小，楚风所站的位置根本就不阻碍他们赶路，他们这样做着实欺人太甚。喂，我说小子，你不会是要找人家麻烦吧？我告诉你，这3个人你可招惹不起。就在这时，李想的声音忽然响起，楚风顺身观望，
发现这3个家伙正在踏空行向自己走来。你们认识他们？楚风问道。看来你是真不认识啊。李想说道。他们是谁？楚风问道。那旗上不是写着吗？韩愈。李想说道。韩愈又是谁？楚风问道。我擦，兄弟，你该不会真不知道韩愈是谁吧？此刻，李想身后的一名男子很是吃惊地看着楚风。兄弟个屁！什么时候这家伙成你兄弟了？然而，那李想狠狠地瞪了那男子一眼，随后对楚风说道：“你是从哪来的你？我看你不像大千上界的人，否则不会连韩愈都不知晓。我的确不是大千上界长大的，初来乍到，对于这里的人和事，的确不是很熟。”楚风说道：“若是这样的话，那老子今日就发善心，给你讲一讲那3个人是何方神圣。长脸那个叫宇文廷一，是宇文城的少城主；黑脸那个叫宇文化龙，是宇文城的第一天才。虽然宇文城在大千上界谈不上什么大势力，可是宇文廷义和宇文化龙可都是大千上界鼎鼎有名的天才，而他们2个的修为，相信刚才你也都感受到了吧？他们2个可是很强的。”李想看着楚风说道。他说这话的时候眉飞色舞，却又有着几分挑衅的意味，就好像在告诉说，楚风在那2个人面前根本就是如同蝼蚁一般。我想知道那个韩愈是谁。楚风说道。这个韩愈就更了不得了，而要说起韩愈，便不得不说起大千上界3年一次的盛典——天骄武斗会。天骄武斗会是大千上界100岁以内小辈的一场对决，也是大千上界最让人期待的盛典。因为天骄武斗会几乎是大千上界100岁以内所有有实力的小辈都会参加的盛典，他们进行比武切磋，而排名靠前者很可能就是大千上界未来的1号人物。正因如此，天骄武斗会排名前10的人更是被誉为妖孽，俗称妖孽榜。能够在妖孽榜上留下名字的人，那便是大千上界上最强的10位天才，将受到无数小辈的敬仰，哪怕各方势力也要认真对待，不敢怠慢。而这个韩愈便是妖孽榜第10位的存在。李想说道。这韩愈有何背景？楚风问道。修武一途，天赋很重要，培养也很重要，能够培养出韩愈这种天才的势力，自然也很不简单。韩愈背后的势力乃是剑王之城，剑王之城可是不弱于我圣丹山庄的势力，所以我说这韩愈你是得罪不起的。当然，若论起背景的话，韩愈在妖孽榜中只是最差的一个。李想说道。那能否告诉我妖孽榜其他9个人都是谁？他们又来自哪里？楚风问道。我本来看你很是不爽，毕竟你多管闲事，但是谁让我心地善良呢？索性就告诉你吧。李想说道。此刻楚风则是冷笑一声，随后述道：你心地善良，心地善良的人会殴打一个小女孩吗？你这小子，你还听不听？李想有些动怒，说吧。楚风无所谓的笑了笑，想听你就听好了。如果说韩愈你不能得罪，那么接下来我说的这9个人你就更不要得罪，否则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李想说道。你的废话还真多，能不能直入主题？楚风催促道。你这小子什么态度？罢了，谁让老子我心慈人善？你听好了便是。楚灵犀位列妖孽榜第9位，是楚氏天族当今天赋最强的5个小辈之一。这5个人被誉为楚氏天族的5大妖孽。楚灵犀目前是楚氏天族5个妖孽之中实力最弱的一个，但是他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天赋最好的一个，所以日后是何成就很难说。这楚灵犀不仅天赋不俗，他的背景更是厉害。他的爷爷是楚氏天族刑罚堂的堂主，而他的父亲则是刑罚堂的副堂主，可以说他的父亲和爷爷掌管着楚氏天族的刑罚堂。而刑罚堂在楚氏天族中可以说是除了太上长老以及族长大人之外最位高权重的存在，实力非常之强，具有绝对的生杀大权。因此在大千上界，每当楚氏天族刑罚堂成员出现的时候，哪怕再强横的人也要对他们畏惧3分。刑罚堂的成员就如同地狱的使者一般，令人闻风丧胆。最重要的是，这楚灵犀不仅父亲和爷爷在楚氏天族内位高权重，有着绝对的权力和实力，他的母亲也绝非等闲之辈，甚至可以说更为的厉害，因为他的女儿乃是万州上界的霸主级势力，万州古族的公主。你若是得罪了楚灵犀，那你基本就是死定了。就算是大千上界的楚氏天族肯放过你，万古上界的万州古族也不会放过你。李想说道。继续说。楚风说道。虽然他表面上波澜不惊，可是暗下却也记下了这个楚灵犀，因为按照李想所说，这个楚灵犀的确很不简单，他身后为他撑腰的人的确很强。鬼眼童子位列妖孽榜第8位，他乃是鬼宗殿的第1天才，而鬼宗殿可以说是大千上界除了楚氏天族之外最强的4大势力之一。任逍遥位列妖孽榜第7位，他乃是极乐谷的第1天才，而极乐谷与鬼宗殿一样，同样是大千上界除了楚氏天族之外最强的4大势力之一。楚怀宇位列妖孽榜第6位，他也是楚氏天族的族人，被誉为楚氏天族5大妖孽之一。楚浩言位列妖孽榜第5位，同样而已是楚氏天族之人，自然也就是楚氏天族5大妖孽之一。剑无情位列妖孽榜第4位，他背后的势力是道皇宫，而道皇宫同样是大千上界除了楚氏天族外最强的4大势力之一。李想说道。宋云飞位列于妖孽榜第3位，宋云飞是星陨圣地的圣子，而星陨圣地可是被誉为除了楚氏天族之外大千上界内最强横的势力，道皇宫、极乐谷、鬼宗殿都不如星陨圣地强横。至于位于妖孽榜第2位的叫做楚若诗，这楚若诗自然也是楚氏天族之人。对了，值得一提的是，楚若诗还是个大美女，我曾有幸见过一面，真是美若天仙啊，所以她被誉为大千上界3大美女之首。李想说到这里，整个人的表情都变了，就连口水都流了出来。从她的反应倒也能够想象，那个楚若诗应该的确是个美人。
等一下，你说这楚若诗是大千上界3大美女之首，那么另外2位是谁？楚风当初曾听宋喜说过，夏雨儿是大千上界3大美女之一，而现在这李想又说出了楚若诗乃是3大美女之首。所谓的3大美女，楚风已经知道了2个，所以楚风很好奇，那第3个是谁？听楚风这样一说，那李想的大嘴一咧，在他的脸上掀起了一抹渐渐的笑容，挑着眉毛对楚风说道：“看不出来啊，你还是个大色魔。那我知道了，你就刚才那个妖物，不是多管闲事那么简单，你是想睡他吧？口味够重的呀。说还是不说？”楚风眉头轻挑，有些不耐烦地问道。楚风的态度很是强硬，之所以如此强硬，是因为楚风看出来了，这个叫做李想的家伙是一个很爱显摆的人。别看他表现出一副不愿意告诉楚风的样子，可是实际上他非常想告诉楚风这些，以彰显他的见多识广。小子，你什么态度？向别人打探事情还敢这么嚣张？这么重要的消息，老子不收你钱就不错了，你竟然还敢跟老子玩横的！李想很不悦地说道。不说就算了。楚风说话间便准备转身离去。等一下，果不其然，李想立马拦在了楚风身前，一副很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算了算了，谁让我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人？既然都与你说了，就全部告诉你吧。这3大美女，为首的是楚氏天族的楚若诗，而另外2位分别是楚灵溪和夏雨儿。楚灵溪你知道了，是妖孽榜第9位的那个丫头，而夏雨儿虽然没有名列妖孽榜，可是她却来头不小，乃是星陨圣地的圣女。另外，这个夏雨儿之前一直闭关修炼，直到1年前才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并且夏雨儿年龄很小，比楚灵溪还要小。而既然能够被选为星陨圣地的圣女，那天赋就一定很是料的。依我看，总有一日，夏雨儿会在天骄武斗会上大放异彩，在妖孽榜上留下她的名字。”李想说道。“那妖孽榜排名第1的又是何人？”楚风问道。“排名第1的自然也是楚氏天族的人，此人名为楚清。这楚清已经连续5次占据妖孽榜的第1位了，是当今大千上界公认的第1天才。在他面前，无论是楚若诗还是宋云飞，都是不堪一击。不过楚清年龄已大，要不了多久就要超过100岁，那个时候他便不再是100岁以内的小辈，将退出下一次天骄武斗会的争夺。所以下次天骄武斗会会更加的激烈。没有了楚清在，估计楚若诗与宋云飞都想要坐稳第1名的宝座吧。”李想说道。“天骄武斗会3年1次，那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楚风问道。“好像只剩下1年多的时间就到了吧。”李想说道。“那请问你可知道楚若诗和宋云飞的修为？”楚风再度问道。“这2人上一次参加天骄武斗会的时候，修为皆是7品真仙，至于现在的话，则不好说，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露面了。”李想说道。“谢了。”楚风冲着李想抱了抱拳，他之所以道谢，是因为李想给予了他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哪怕他现在不喜欢李想这个人，可却也忍不住要谢谢他。随后便转身向结界仙域走去。“楚风，这天骄武斗会对你来说是个机会啊。”女王大人说道。他很清楚楚风来到大千上界要做什么，他要做的不是灭掉楚氏天族，为父亲报仇。楚风的父亲对楚风说过，哪怕楚氏天族再不仁，可他们父子却也不能对楚氏天族不义，毕竟他们父子俩的身体里都流淌着楚氏天族的血液，归根结底他们的根仍是楚氏天族。所以楚风来到大千上界的目的是要得到楚氏天族的认可，只有得到楚氏天族的认可了，楚氏天族才会放楚风的父亲出去，才会为他们父子证明。当然楚风为的可不是让楚氏天族为他们证明，因为他不稀罕，他为的是得知关于他母亲的事情。因为他父亲说了，只要楚风得到楚氏天族的认可，楚氏天族主动将他父亲放出去，那么他父亲便将楚风母亲的事情告诉楚风。而如何让楚氏天族认可，自然是展现自己的实力。若要展现实力的话，那么这个天骄武斗会便是楚风最好的机会。这天骄武斗会是大千上界最强小辈的战场，是小辈们一较高下证明自己的地方。现在天骄武斗会上最强的几个名额几乎被楚氏天族的小辈占据了一半，并且还垄断了第1和第2的位置，这足以证明楚氏天族的小辈果然很强。楚氏天族无愧于大千上界霸主的地位。而楚风是什么人？是被楚氏天族认定为无法修武的废物，被楚氏天族驱赶出楚氏天族的废子。但是假如楚风在天骄武斗会上能够将楚氏天族的所有小辈击败的话，那么所有人都将知道楚氏天族当年的测试是错误的，楚风并不是废柴。也许那个时候楚氏天族就会认可楚风。所以女王大人才说，这天骄武斗会对于楚风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些小辈实力最强的应该是楚清，但是他无法参加下一次天骄武斗会的话，便不是我的竞争对手，我倒是不用顾忌他。可是威胁最大的楚若诗和宋云飞2年前已是7品真仙，天知道他们现如今是不是已经踏入8品真仙。就算现在没踏入8品真仙，在下次天骄武斗会开始的时候，没准他们也会踏入8品真仙。就算暂定他们的修为是8品真仙，可是我只剩下1年的时间了，1年的时间内我想要超越他们很难，毕竟他们是大千上界真正的天才，楚宪硕与他们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楚风说道。那你准备就这样放弃吗？不打算参加天骄武斗会了？女王大人问道。当然不会放弃，不管怎么样我还会竭尽全力。当然我会按照自己的实力决定参不参加，要么不参加，若要参加我就必须做到一鸣惊人。楚风说道。对，就是要这样。若是下一次的天骄武斗会开始的时候，你的实力还没有追赶上他们，就先不要参加，就等下次。若是下次还不行，就等下次。反正你年龄还小，天赋又高，迟早能追上他们，胜过他们。反正一本女王看，不管那些人有何本事，但一定都不如你，你超越他们只是时间问题。女王大人说这话的时候，对楚风充满了信心。而在2人谈论的时候，楚风已经靠近了结界仙域，他终于能够看到结界仙域的真实面貌了。
结界仙域是一片辽阔的浩瀚林海，林海之中也偶尔有山脉凸起，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结界仙域最深处一片直通天际的山脉，非常的引人瞩目。那山脉不仅很大，还很高，贯穿了云层。云层之下能够看到的只是它的冰山一角。当然，楚风是界灵师，云层根本无法阻挡楚风的视线，所以云层之上的面貌，楚风也能够看得到。只不过，哪怕是云层之上，这座山脉却还有着很高的高度，因为太高了，就好像要直通天际之外一般。这片山脉实在太过壮观和神奇，一眼望去，就像是一个超大型的登天梯，令人惊叹。而除了那片直通天际的壮观山脉之外，结界仙域其他地方的景色很是奇异。丛林中的树木皆是奇异之树，有的高耸快要触碰到云端，有的则是光芒闪闪。而那丛林之中，奇异的鸟群与白鹤时不时的结伴飞过，更是将那片区域衬托得如梦如幻，宛如真正的仙境。哪怕在大千上界这种处处皆美景的地方，看到这样的景色，也令楚风心旷神怡。不对劲啊！只是当靠近之后，楚风却是眉头紧皱，眼中涌现出了不解之色，因为他发现结界仙域外边被加持了一层守护结界，那守护结界从天空到地底深处封锁了整个结界仙域，根本就进不去。可是他听仙兵庄主说，结界仙域没有任何守护结界可以随意入内的，那些是远古蛇族的人。但是楚风很快又看到，在结界仙域外是有结界大门的，而结界大门外则站着几个人，不准确来说，那并不是人。虽然他们是人的外貌，可是长得却不像人。他们很瘦，但却很高，高达10几米，是那种瘦高的模样，就像是竹竿一般。虽然他们五官与人类没有区别，可是他们的肌肤上却长满了蓝色的鳞片，仔细观看，很是恐怖。这样对比之下，先前看到的那个蛇尾小女孩反而可爱多了。但是楚风觉得这些人应该就是远古蛇族的人，因为他们的气息浑厚，哪怕楚风也看不穿他们的修为。楚风猜测他们一定是真仙境以上的高手，所以楚风猜测他们是远古蛇族的人。但楚风也忍不住感叹，大千上界果然高手如云，无论在哪里都能遇到比自己强横之人。楚风在大千上界还很弱小，哪怕在小辈之中，楚风已经算是出众的，可是在整个大千上界来看，楚风还属是非常弱的存在，甚至可以说他是大千上界最底层的修武者也不为过。因为他与宋喜一样，在天仙境的强者面前不堪一击，就更别说在武仙强者的面前了。怎么回事？今年这结界仙域外面竟然加持了结界！就在此刻，李想三人追了上来，看到这一幕，他们三人也很惊讶。由此见得，如今的结界仙域的确是与往年不同，看来今年想混进去是很难了，不是基本不可能混进去了。喂，外来那小子，我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结界仙域的，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这结界仙域可不是想进就能进的，想进结界仙域就必须要有邀请令。李想说话间，自乾坤袋内取出了邀请令。楚风注意到李想的邀请令形态上与楚风一样，只是他的邀请令颜色却与楚风的完全不同。李想的邀请令是金色的，如同金子打造而成，当然那自然不是金子，而是结界之力所化，其中还有结界纹路涌动，看到了吗？这就是邀请令，你有吗？没有的话赶快走开，哪凉快去哪带着，因为远古蛇族可不是你能招惹得起的。李想一边摆弄手中的邀请令，一边对楚风说道，他就像是有意想让人注意到他的邀请令一般，动作很是夸张，竟然是金牌邀请令。李想大哥，庄主大人对你也太宠爱了吧。见到这一幕，圣丹山庄的另外2名男子眼中都涌现出了羡慕之色。与此同时，他们也都自乾坤袋内取出了邀请令，只不过他们的邀请令与理想的又有所不同，形状都是一样的，只是他们的颜色为银色，看上去似是银子打造而成。哼哼，那是自然。见2人这般羡慕，李想大嘴一咧，更加的得意了。与此同时，他小眼睛一瞥，竟然再度落到了楚风的身上，以一种嘲弄的口气问道，喂，我在问你呢，有没有邀请？没有邀请令就赶紧滚蛋。见此一幕，楚风将仙兵庄主送给自己的邀请令拿了出来，说道，你是说这个吗？那是。而看到楚风这块如同玻璃打造的邀请令之后，包括李想在内的3人顿时惊讶的张大了嘴巴，几乎同时说道，天哪，那竟是水晶邀请令，是最高级别的邀请令。水晶邀请令。看着自己手中的邀请令，楚风自己也有些惊讶，因为这邀请令怎么看都不像是水晶，而更像是玻璃。但是看他们3人的表情，却又不像是装的，看来自己的邀请令还真是不简单。都说人不可貌相，看来这邀请令也是如此。兄弟，你这水晶邀请令是从何而来？是远古蛇族送你的吗？看到楚风的邀请令后，圣丹山庄的那2个人很是殷勤的凑了过来。此刻他们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想必也是意识到楚风不是一般人了。然而楚风刚要开口，那李想却又说话了，他这种人怎么可能得到水晶邀请令？依我看，一定是假的。说这话的时候，李想也是走了过来，并且仔细的打量起楚风的邀请令。他离得很近，眼睛都快沾到邀请令身上了。还真别说，这伪造的还真像，但假的就是假的，瞒不过我。李想撇着大嘴说道。说这话的时候，还不由得抬起头来看了楚风一眼，眼中充满了鄙视。李想大哥，真的是假的呀？那2名男子问道。自然是假的，我的眼睛岂会看错？李想很是得意的说道。且说完此话，他又看向楚风，以一种教训的语气说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若想拿假的邀请令去骗远古蛇族的人，你可就想多了，我劝你可千万别做傻事。而这一刻，圣丹山庄的那2名男子则是立刻从楚风身边离开，并且离开之际也是纷纷鄙视的看了楚风一眼。对于这种情况，
楚风很是无奈，但却也懒得解释，直接身形一动，向结界仙域的入口处飞掠而去。喂，你还真去啊？你是不要命了吗？拿假邀请令骗远古蛇族，你不想活了？那可是远古蛇族，很凶残的。李想开口喊道，他喊得很大声，似乎是故意想让远古蛇族听见一般，而他得逞了。远古蛇族果然听见了，那几个远古蛇族的人不由自主地向楚风的方向看了过来。然而楚风坚信仙兵庄主给他的邀请令一定是真的，所以楚风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直接来到了那结界入口处，才落了下来。请出示邀请令，没有邀请令者不得入内。远古蛇族之人用那浑厚有力的嗓音说道。楚风没有说话，直接将自己的邀请令拿了出来。远古蛇族的人将邀请令接了过去，可能是出于李想那声大喊的缘故，他们也怀疑楚风是拿假的邀请令来浑水摸鱼，所以看得很仔细。但是最终他们将邀请令还给了楚风，且很是恭敬地说道：“请。”而就在此刻，李想三人已经落了下来，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幕。我擦，他进去了！李想大哥，你不是说那邀请令是假的吗？那两名圣丹山庄的男子对李想说道。真是想不到，他这邀请令竟然做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只是可惜，他瞒得过远古蛇族的人，却瞒不过我李想。嫁的真不了，真的嫁不了。我说嫁的就是嫁的。李想很是确定地说道。而此刻，圣丹山庄的那两名男子的目光则是产生了变化，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李想说的话了。但是李想却不以为然，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就这样，李想三人也是来到了结界入口处，并且纷纷将自己的邀请令递给了远古蛇族的人。那两名男子走在前头，顺利通过。只是到李想这里，李想却被拦住了。你这邀请令是从何而来？远古蛇族的人很是不善地盯着李想。怎么了？有问题吗？李想问道。他目光闪烁，有些慌了。你这邀请令是假的？远古蛇族的人说道。哇，不能吧！这一刻，圣丹山庄的那两名男子跑了过来。您再仔细看看，我们是圣丹山庄的人，不可能用假的邀请令。那两名男子替李想辩解道。圣丹山庄今年发放了1块水晶邀请令、5块金牌邀请令、20块银牌邀请令，而不算你们。圣丹山庄现在已经进去了23个人，他们其中1个携带的是水晶邀请令，其中5个携带的是金牌邀请令，其中17人携带的是银牌邀请令。哪怕你们3个皆是圣丹山庄的人，携带的也应该都是银牌邀请令，怎么还会有金牌邀请令？远古蛇族的人说道。李想大哥，你这一刻，圣丹山庄的两名男子也是看向了李想，他们的眼中也充满了怀疑。我而李想则是一脸的尴尬。而就在这一刻，一阵笑声忽然响起，是楚风。只见楚风已经穿过了那道结界大门，进入了结界仙域之内。楚风背对着李想三人，一边手持水晶邀请令穿过那结界大门，一边摆手说道：“真的嫁不了，嫁的真不了，兄弟，你还是诚实点吧。”话罢，楚风便拔空而起，向结界仙域深处飞掠而去，只留下那道手持邀请令的背影在空中衣衫舞动。然而在李想看来，却充满了嘲讽。这个家伙，此刻那李想气得咬牙切齿，可是却又无可奈何。相反，他也觉得楚风说的很对，这可是远古蛇族，非常凶残的种族，在他们的面前不可乱来。不好意思，我是被人骗了，我是从拍卖会拍得的这邀请令，谁曾想拍卖会竟然也骗人啊！李想一脸委屈地说道。而此刻，圣丹山庄那两名男子看向李想的目光则充满了鄙视，他们已经确定李想拿的金牌邀请令是假的了，拿假的令牌没什么，竟然还拿假的令牌和他们炫耀，这他们忍不了。若是没有邀请令，就请离开吧，否则休怪我们不客气。远古蛇族的人很是不耐烦地说道。不，我有。李想又取出了一个邀请令，这块邀请令乃是银色，与圣丹山庄那两名男子的一样。进去吧。远古蛇族的人一眼就确定这银牌邀请令是真的，但他们还是以一种很不善的口气对李想说道。不过你这个假的，我们要没收。另外下一次若是还敢拿假的邀请令来，你可就没这么走运了。是，不敢了。李想连忙道歉，但是最终他倒也成功的进入了结界仙域。只是当他进入结界仙域的时候，楚风早已经扬长而去，消失在了结界仙域的深处，他们连楚风的影子都没看见。可恶，竟然让那个家伙看了我的笑话。此刻李想很是不爽地说道。李想大哥，你不是说那是庄主大人给你的吗？然而圣丹山庄的那两名男子则是以戏谑的目光看着李想。怎么，你们也要看我笑话？李想很是不悦地大吼起来。正在气头上的他真的动怒了。嘿嘿，没有，李想大哥你别生气啊，嘲讽你的是那个小子，又不是我们。两名男子赶忙陪笑，看得出来李想在他们心中倒也是有着一些地位。李想大哥，现在咱们怎么办？那两名男子问道。怎么办？当然是和长老大人他们会合，找长老大人他们为咱们出头，好好教训一下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难道我们就这样被他欺凌了不成？李想说道。李想大哥所说在理。圣丹山庄的两名男子点了点头，随后他们三人也是拔空而起，越过层层山林，向结界仙域的最深处飞掠而去。今天是2016年最后一天，感谢兄弟们这一年来对蜜蜂的支持与包容。